杀人了呗？杀谁了？杀媳妇、老丈母娘还有孩子。好，完事了呗？搁哪抓着的？谁抓的？我投案自首的，我不是谁抓的。别这样。谁？我投案自首。视频中的这名男子叫李恩胜，他在警车上轻描淡写的说，他将自己的岳母、妻子以及妻子的女儿一起全部都给杀害了，并且他表示你们辛苦了，给国家添麻烦了。让你们受累了啊！给国家也添麻烦了。别，转过来了。重新说吧。他的语气非常的洒脱，可以看出他没有半点的后悔。办案民警还给他递了一根烟，说：“哥，抽烟。”妥了，没有事哥，哥别抽烟。好了，小弟。等一会儿，抽2口玩，我看着味儿。你先抽2口，你先抽2口，快。刚开始呢，人们认为这个杀人凶手杀害妇孺太过残忍，但是呢，在他说出了作案动机、事情脉络清晰之后啊，很多人都很同情他。网络上呢，还有人说他是个真男人啊，简直就是被逼上梁山的第109位好汉。那么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我们来讲海城灭门案。这起案件发生在辽宁省海城市。海城呢属于县级市，这个地方不靠海，日子过得像大多数中国小城一样，经济并不发达，生活节奏也不像大城市那么快。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网购也成为了海城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一旦到了上下班的时间啊，小区里最忙活的就是快递驿站了。2023年的7月11日，天刚蒙亮，等着取快递的居民就发现啊，小区快递驿站的卷帘门一直都没有打开。邻居们觉得不太对劲儿呀，因为经营驿站的杜家姐妹俩平时开门非常的准时，妹妹呢叫杜月啊，姐姐叫杜琴。平时呢，妹妹杜月和60多岁的母亲王淑兰以及13岁的女儿贝贝啊，3个人就住在驿站的2楼。姐姐杜琴呢，平时住在别墅，每天早上来的晚一点。这天早上呢，姐姐杜琴来的时候，驿站门还是没有开。于是呢，姐姐用钥匙打开了门，一边开门一边喊妹妹的名字，结果没有人回应。她又走到了2楼，下一刻2楼就传来了凄厉的尖叫声。警方赶到之后呢，看到的是一副地狱一般的景象。驿站2楼狭小的房间内躺着3具女性的尸体，分别是37岁的驿站女老板杜月、她的母亲王淑兰以及她的女儿贝贝。现场有激烈的搏斗痕迹，死亡时间大概是凌晨2、3点钟。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呢，凶手手段极其的残忍，就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怨似的。警方调取了驿站1楼的监控，画面显示凌晨2点左右，一个身材高大、步履沉稳的男子出现在了驿站的门口。他似乎对这里非常的熟悉，非常轻易的就进入其中。当警方把监控截图拿给姐姐杜琴来辨认的时候，他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就惨白，脱口而出说了一个名字：李恩胜。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呢，这个李恩胜不是别人，正是死者杜月的丈夫、贝贝的继父王淑兰的女婿。警方随即就发布了悬赏5万元的悬赏公告，全力来缉拿这个凶手李恩胜。正当警方忙着到处收集线索，想要尽快抓捕凶手的时候，令人意外的是呢，案发2天之后，警方就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报警人正是李恩胜的父亲。他说李恩胜正在老家里呢。警方呢就火速的赶到了李恩胜的老家，对方没有什么激烈的反抗，很是配合，只是拿了些衣服跟着民警就走了。现场李恩胜的母亲情绪非常的崩溃，抱着儿子大哭不肯撒手。李恩胜呢一直都是非常平静的，他一直强调自己是自首，并且说呢他让父亲打的报警电话，要让家人拿到那悬赏的5万元。这个案件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刚开始呢，人们认为凶手是罪大恶极。然而呢，随着案件细节被挖出来之后呢，网络上的声音就开始撕裂了啊。有些人依然认为杀害妇孺天理难容啊。但是呢，越来越多的人在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啊，对凶手生了一丝怜悯和同情。甚至呢，有人说这哪是什么罪犯呀，这是被逼上梁山的第109条好汉呀。那么这一桩灭门惨案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李恩胜1984年出生，海城本地人，身高有1.78米，长得周正壮实啊。按周围的人来讲呢，是一个标准的老实人。他出身农村，初中毕业之后就出来打工了，在工地里干活。后来呢，学了点手艺，日子过得是紧紧巴巴的。他有过一段婚姻，因为长期在外打工，聚少离多，最后呢，双方就和平分手了，没有孩子。离婚之后呢，李恩胜单身了很久，眼看都40了，家里的父母呢着急的不行。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呢，这个年纪还没有个家，人生就像浮萍一样。2022年初经人介绍呢，他认识了同样离异带着一个女儿的杜月。杜月比他小2岁，说话温柔，模样也不错。李恩胜呢，几乎是一见倾心啊，他觉得老天终于开眼了，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两个人的情感迅速的升温，但是呢，这段感情啊，这段婚姻从谈婚论嫁开始呢，就弥漫着一股不寻常的钱的味道。首先就是彩礼，杜家人开口就是18.8万。对于打工为生的李恩胜来说呢，这是个天文数字呀，但是他咬牙还是认了，掏空了自己打工10几年攒下的8万多的积蓄啊，又向亲戚朋友们借了10万，总算是凑齐了，钱呢就顺利的进入了杜家人的口袋。紧接着就是房子，杜月说现在住的这个旧房子太小了，他母亲以后也要过来同住，女儿呢也需要独立的空间，要求换房子，换个大一点的。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李恩胜呢，卖掉了自己名下唯一的这一个房产，拿到了30多万。可是看新房的时候呢，杜月看中了一套近60万的3居室，差价将近30万，这怎么办呢？李恩胜也是咬牙硬着头皮办了贷款。然而真正的雷在签购房合同的时候炸响了。杜月提出新房必须得写他母亲王淑兰的名字，理由是让老人有安全感。李恩胜这时就犹豫了这毕竟是自己掏空了所有的家底贷款买的房子呀。但是在杜月的软磨硬泡之下呢，这个老实人又一次点了头。他想都是一家人，不能因为房本上的一个名字闹得不愉快。房子买了又要装修，杜月说他负责装修，让李恩胜出钱。李恩胜东拼西凑又拿了7万块钱。2022年的9月份李恩胜和杜月办了婚礼，他满怀对未来的憧憬他觉得只要自己好好干，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为了还房贷，还结婚欠下的债婚礼没多久呢，李恩胜就不得不再次外出打工。在外面呢，他过着自虐式的生活，白天做水电工，晚上还要去值夜班，一个月拼死拼活能挣1万多块钱。但是呢，他自己根本就留不住钱，因为杜月给他定了一个死的规矩，每个月必须往家里交8000元的生活费，交不够的话就别回家了。8000块对于一个四处漂泊的打工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连生病都不敢。为了凑齐这个钱数李恩胜开始借网贷，拆东墙补西墙，债务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不敢告诉自己的父母，整个人变得是越发沉默整天是愁眉不展的。根据警方的调查呢，李恩胜从结婚到案发9个月的时间内，总共给杜月转账了15万元。经济上的榨取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他越勒越紧，而感情上的背叛则是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2023年的春节前，李恩胜呢想给家人一个惊喜，没有打招呼就突然回家了。他甚至呢在半路上用手机订了一些年货，还包括一只昂贵的澳洲龙虾，直接就配送到新家。他心里想着好好在家里过个年，可当他满怀期待地走到新房门口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钥匙怎么也插不进去了，门锁被换掉了。敲门之后呢，开门的是杜月，屋子里的景象让他如遭雷击客厅饭桌上呢，摆着他刚下单的那个龙虾，一片欢声笑语。围着桌子坐的除了岳母王淑兰和继女贝贝竟然还有杜月的前夫。他们看起来才像真正的一家人。李恩胜就像一个闯入别人家的陌生人一样，僵在了门口。岳母冷冷地问他：“你怎么回来了？”女儿贝贝呢，只是低着头吃饭，没有叫他。
那一晚，林胜没有进家门，在外面小旅馆里住了一夜。杜月后来的解释是，前夫过来看孩子，碰上了就一起吃个饭。但是这根刺已经深深扎进了林胜的心里。之后在外出打工，他变得是疑神疑鬼，总是半夜打电话回家，有时在电话里能够听到男人的声音。问起来呢，杜月总是含糊其辞，反而指责他没本事挣钱，就知道找事儿。信任一旦出现了裂缝，就会迅速的崩塌。2023年的6月，林胜决定回家摊牌。他在家里发现了不属于自己的男士用品，于是呢，争吵就爆发了。而这一次呢，杜月母女两人彻底就撕下了面具。杜月指着他的鼻子说：“这房子写的是我妈的名字，你要是不想过，就滚蛋。”岳母王淑兰在一边帮腔，骂他窝囊废。更让林胜心寒的是呢，13岁的女儿贝贝竟然当着他的面把臭豆腐汁倒在了他的枕头上，眼神里满是嫌弃啊。林胜提出了最后的要求，杜月必须和他的前夫彻底断绝来往，家庭财务要公开透明。而杜月回应的只有冰冷的2个字：离婚。离婚的条件呢，更让林胜彻底的绝望了。杜月说，房子是他母亲的，债务呢是林胜自己欠的，所以林胜必须净身出户。林胜曾经自己算过账，投入的彩礼钱、卖房钱、装修钱、每个月上交的生活费等等等等，前后总共超过了70万，全部都打了水漂了，换来的是一无所有和满身的债务。直到这一刻呀，林胜才恍然惊觉，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圈套，自己倾其所有不过是别人眼里一个可以随意榨取然后一脚踢开的冤大头啊。案发前2天，海城一家的寿衣店来了一个奇怪的客人，他个子很高，脸色很差，进门之后就要3套寿衣，不是按尺寸不是按这个具体的尺寸，而是按年龄。一套给10来岁孩子的，一套给30多岁女人的，另一套给60多岁老人的。店老板都觉得奇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买寿衣的，但是他也没有多想，毕竟对方给钱嘛。这个客人呢，就是李恩胜，他不仅想好了要做什么，连后事都已经准备好了。7月10日的晚上，林胜回到了农村父母家里，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样，一天能抽4、5包烟。父母看着儿子，又是着急又是害怕，却是呢不知从何问起。7月11日凌晨，林胜带着准备好的刀，用自己私下配的驿站的钥匙，悄无声息的就打开了那扇熟悉的门。他熟门熟路的走到了2楼房间里，岳母王淑兰睡在小床上，杜月和女儿贝贝挤在大床上。他站在门口，黑暗当中，过去的那些画面在脑海里回闪。初次见杜月的时候的笑脸，贝贝叫他叔叔，岳母夸他实在。但是这些很快就被后面的记忆所覆盖。杜月冷脸要钱，岳母谩骂羞辱，贝贝往他的枕头上倒臭豆腐汁，还有那个年夜饭桌上的那个前夫，情绪在这一刻冲垮了堤坝。最先惊醒的是王淑兰，她只来得及发出了一点声音，紧接着杜月就被惊醒了。他看清了是李恩胜，惊恐又愤怒的叫他滚出去。林胜没有说话，送他归了西。混乱当中呢，13岁的贝贝哭着喊了一声爸爸别。这是结婚9个月之来贝贝第一次叫他爸爸。林胜的动作停顿了2秒，但是这一切已经太晚了。整个过程呢不到10分钟，一切静止之后，林胜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难以理解的事情。他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3套寿衣，给3个人一一换上。后来在审讯当中呢，他说想让他们走得体面一点。做完这一切，他开车回到了父母家里。父母得知真相之后是五雷轰顶天都塌了。2天之后呢，他劝父亲报警，理由现实的残酷。他说抓住我的话，家里能够拿到那5万的悬赏金，日子能够好过一点。在林胜的劝说之下，最终父亲颤抖着拨打了110。警方赶到的时候呢，林胜已经换好了衣服，平静地等待着。警察要带走林胜的时候，他的母亲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儿子，哭得几乎昏厥。林胜坐上警车之后，对警察说：“辛苦了，给国家添麻烦了。”让你们受累了给国家也添麻烦了。别，转过来了。重新来吧。
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结果是毫无悬念，李仁胜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的律师直言，3条人命，其中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死刑是必然的。李仁胜呢，只是点了点头。他说，他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一口气。他还说，在那个家里，我没有被当作人看过。2023年的12月，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仁胜死刑。2024年的11月，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判决执行。临行前呢，他吃了母亲给他包的饺子，向父母重重地磕了3个头。刑场上，母亲哭到失声，父亲老泪纵横。一声枪响，一切尘埃落定。但是呢，这个案子引起的讨论和思考却远未停止。从法律上来讲，李仁胜罪无可赦，无论有多少的委屈，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尤其是波及了无辜的孩子，都必须付出最沉重的代价，这是文明社会的底线。但是从人性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呢，这起悲剧像一面残酷的镜子，照出了许多的现实问题。天价彩礼与婚姻的物质化，重组家庭当中模糊的界限与复杂的算计，长期的经济压榨对于人格的摧毁，以及当一个人感到所有的合法途径都已经被堵死的那种绝望。李仁胜呢是凶手也是一个被亲情、婚姻和债务编织的巨网一步步推向深渊的受害者。另外呢，网上还有传言说杜月和他妈娘俩总共有17本离婚证。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话，那就太让人无语了。其实说白了呢，李仁胜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实人，他的愿望很简单，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好好过日子。如果不是杜月一家咄咄逼人，把老实人往死里坑的话，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悲剧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案件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别忘了点赞、关注、支持一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